好，今天咱们来玩吴医生和机械师联名推出的这款小比例3变的排炮盒子的包装，2次元的峰会照着玩具画出来的。这家人物卡的质感每次我都很喜欢啊，这种磨砂的肤质感。一张说明书，变形的指示介绍的很笼统啊，参考意义不大。这个角色可能是变形金刚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角色啊。首先，他的名字排炮也好，神炮也好，总弄混，所以呢也是翻译的不同，咱们就统一下来，爱叫啥叫啥。其次是这个角色虽然说登场的戏份非常少，仅仅在第3季后面出现过那么几段时间，但在做动画的时候却采取了2版完全不同的造型，也是小时候让人很疑惑啊，怎么都叫排炮，还以为这是2个不同的角色，其实是同一个玩具设计出来的。这个原因也是出自于老早年间没有定稿下来的一个神炮造型，到后面呢最终完成定稿和玩具采取的样式呢是那个白脑袋的头雕。这个红莲版本登场的，其实在设定图里边可丑了。动画片里边的这个形象就是作画崩坏，尤其到了第3季，动画的制作水准明显下降，很多偷工减料以及 bug 频出、漏画啦、换色的、大小比例的失衡。尤其说起比例啊，对于排炮、弦炮这个角色来说，千万不要讲究什么比例。它的比例概念是要比大火车更加玄学的。机械师的小比例版本人形到头顶在13公分多一点点，在漫画里边的设定，这个角色可是要比天火的个头更大的。头雕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，脸部的造型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美化，这一次的脸型做的还挺漂亮了。胸板这里花纹刻线这一块有留出来空余量，让你去贴标志的。肩膀这里球形关节的根部上面还有一段变形轴，可以举到很高，来回旋转没有问题。二头肌360度旋转，手肘2段关节可以叠起来，手腕不可动，四指打开。武器这个大斧子握的还不错啊，看起来造型也可以的，但是这边的枪握起来就感觉有一点松了。腰部360度旋转，有一段弯腰的关节。而且这个小玩具好在哪儿呢？它身上的偷胶空洞并不明显，连腰部这些地方遮挡的一些盖板都有做啊，挺好的。裙甲打开，前踢、后踢、侧踢，这个地方不是球形关节，是轴。大腿根部旋转，膝盖弯折达不到90度，大概70、80度的样子。整脚的左右接地，整体的用料材质非常的不错，摸起来手感很好，而且变形的时候能感觉到料子的一些韧性，所以也能保证一定的安全程度。那我们开始变形，首先第一个航母的形态，先把胳膊收起来，2个胳膊收纳的方式还不太一样，这一面直接翻开盖子，把拳头藏进去就好了。另外的一面呢，为了方便操作啊，我们先把这一块打开。顺着这里边稍微的顶一下这个边缘，把这个盖拉起来，一个横着收，一个竖着收。顺着肩膀的这2段关节，我们把胳膊竖到头顶的2侧，顺腰部旋转180度，翻到这一面来，再打开裙甲，把下边的这一圈再转一下，上下的锁扣结合住。腿部变形，打开小腿肚子的盖儿，翻上来一个 Z 字折叠贴上去。好，2条腿都变过来合并在一起。这里边就是说，为什么腰部要做2周的旋转啊？主要是为了这个裙甲贴合这些凹槽的方向，能把它拼齐了。脚部的变形，直接把后边的脚跟儿从脚心里翻出来，脚尖打平，然后打开背包翅膀上这2片，再翻下来，中间这里都是有卡的豆子的，合并。注意根部这里的双关节推平，从下边这里的扣子全部连接插上。胳膊这里的变形收纳是一个不对称式的造型，我们先把这里的双段关节对折。和肩膀头这里有一个卡扣锁定，然后翻开这一半，再打开这个盖子，顺着这里边填到中间。另外的一条胳膊，这里的 Z 字折叠延展开，翻过来以后，中间这里有连接的插扣啊，先不要插合，
扭开让一让，然后打开这块板，立起来一个90度，让这个空当钻过去，插进去。这个时候再把中间2条胳膊的扣点结合，后边的盖子压下来，这里边有各种的连接插扣也固定一下。侧面的这2片夹板的挡肉位置立起来，这块就可以压下去了。上面的雷达竖起来，把箭导的位置变形好。这里还有个窟窿啊，再从这边翻起一个片儿，盖上。人形翅膀的2个小导弹插在侧面这里，上边斜着的2条跑道，哎，整个的甲板很平整，上面还有一些刻线的花纹。小箭导这里的刻画，上面的雷达，但是你要从侧面看，下面这里就是一个方方的造型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掏出配件里带的这5个小飞机，给它们都剪下来。飞行太保的5个载具放在航母的甲板上面，搭配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带感的。我还专门得找点东西把这个颜色区分一下，不行，这个甲板的灰色跟我这个背景太相近了，就看不清轮廓了。整体来说吧，我觉得这个航母造型该有的那样倒是还能做出来啊，胳膊不对称的这个变形方式还是挺好玩的啊。那我们来变第2个飞机形态，导弹先给它摘下来，挡肉的小片儿盖起来，打开这一块，雷达收起来，箭导拉开，顺着这里边旋转一下，让出这个空间，收纳，把胳膊放进去。这一片折叠盖上去，好，左右2片甲板再结合扣下来。这个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起落架，我们先把它扣起来，免得一会儿忘掉。下方这里解锁开插扣，左右打开，然后旋转180度，这就是大飞机的2个机翼了。后方这里的尾翼折叠拉起来，这里边有卡扣啊，拆的时候拨开卡扣再旋转。水平尾翼打开，后边这里2个引擎就放在这儿，但是脚尖这里我们要再收纳一下，把它旋转贴进去，变成像是喷口一样的造型。先拉下来，把这个尖儿旋转再放进去。后起落架在这个位置。上半身机头的造型，打开这个胸板，左右这里再延展开，肚子里边，整个机头藏在这儿，把这个尖儿先拿出来，折叠延展拉平，拉平这个尖儿之后，再把脖子90度往内收，这个时候才不会挡到。收进来，盖上驾驶舱，前边有一个小钩子，锁一下。然后我们来收纳胳膊，说明书在这个地方画的特别的麻烦，特别的笼统啊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做的是腰部这里有2个小挡肉片，90度给它翻开，然后把这一块盖板夹进去，旋转一下胳膊，变成这样，让大臂藏在身体里，小臂边缘外露就好了。注意这一块肩关节的走向。哎，所以呢也是旋转，把这肩关节挪过来，另外一侧还有插扣，固定一下。最后把胳膊变成这个样子收纳就好了。这块放上来，盖板往下锁定。最后把2颗导弹再插到机翼尖上。挺抽象的一架飞机。不过说起来，舷炮这个角色的载具形态就是那么的抽象。那么也是总结一下吧，这一次的舷炮啊，其实对于这个冷门的角色来说，目前还真没有多少家在这出啊。机械师也是把这些3变战什么陆陆续续都补齐了，这一次终于把舷炮也补了出来。变形过程很简单，并没有一些烧脑的环节和卡手的结构，也就是箭导避让的时候横着从侧面插进去就好了。模具的精度和做工都不错啊，料子的材质也完全靠谱，在一些细节点缀上面涂装也能展现出来。对于一个偏冷门的角色啊，其实这款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，虽然没有那些让人特别眼前一亮的优点，但是这款身上似乎也并没有那种让人特别诟病的缺憾。在诚意方面也能看到用一些盖板来遮挡窟窿和颜色的补足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这款的售价不贵。
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